记录把玩时光，我是Toyhunter，欢迎到最新一期开箱点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一套来自 Marvel Legends Secret Wars 秘密战争系列挂卡里面的 Iceman。这款角色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变种人 Bob， 他作为一个算是欧米伽级变种人啊，在秘密战争的斗界里面也有非常不俗的表现，甚至呢还经历了一些时空穿越与自己父母重逢的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卡片的这个背后呢有 Bobby 在这个斗界里面使用他的冰封能力制作这个冰跑道滑行的这样一个场景。然后这边呢有介绍 While the Secret War rage on the battle wall。Iceman's ice slides through a time traveling misadventure, meets his own parents before he was born。所以说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故事线。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找一找《秘密战争》故事线的中文解说，去了解一下那一段时期美漫的经典篇章。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吧。好，我的全部内容物就是这么多啊，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这一次的冰人采取的是无孔的太阳火素体，也终于算是轮到了 Iceman 这个漫威 X 战警里面人气变种人角色，获得了这样的素体升级。在之前呢，这一款 Iceman 或者说这个角色，那经历了最早期时代的这种Toy 的高可动素体，那款素体我也有，我非常喜欢那个被冰封的哨兵地台，就是一个手型，然后被彻底冻住的那个哨兵地台，非常精彩啊。但是呢，回到这个时代，冰人基本上经历了这个太阳火素体 1.0， 然后天启时代的那个特殊素体，那个特殊素体我觉得是非常不错，蓝色的冰的那种感觉，那也算是 Iceman 系列里面独树一帜的一款了。然后接下来呢是后期的蜘蛛侠和他的 Amazing Friends 那个套装里面，这个冰人的素体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一个极其精瘦的这个素体，显得头非常大，个人觉得那款并不是特别推荐，虽然涂装方面尚可。那最后来到这一款冰人，这款冰人呢，其实说实话，全身上下的涂装呢，仅在五官还有它的腰带上面有这个分色，那其他部分呢都是通体的透明色。可以通过这一次的这个素体，大家可以观察，就是孩之宝在这个素体注塑的时候关节的这个应用包括头雕的这个里面的球形关节、肩部关节、蝴蝶关节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切分，那转轴卡位到底在哪里，反正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素体看得很清楚。同时呢，我也觉得这个素体的通透度以及关节的这个偏就是蜡烛的这个颜色，其实选择的都是非常 OK 的，整体的观感还是很有立体感，切面很强的这种感觉。即使用这个零件呢做那种钻石形态，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所以很期待孩之宝做的这个钻石化的艾玛 Frost， 就是我们的白皇后。那接下来呢，我们边看这个素体，边看头雕，然后边玩可动性。头雕方面，我们拉近一下镜头，去做一个聚焦的处理。这次的这个头雕呢，在镜头面前聚焦是非常困难的，我需要把这个手挡在后面。那你第一发从这个盒子外面看的话，会觉得它这个笑容比较诡异啊。我觉得原因有两点，一种是第一点呢是这个牙齿的这个涂装，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呢，它在这个嘴唇上面其实是有一层薄薄的银灰色或者说淡灰色去彰显它这个嘴唇的轮廓，那就显得它这个笑容非常的怎么说呢，有一种坏笑的感觉，或者说斜嘴笑的感觉。但实际上呢，它嘴角只是微微上挑了一点。那很可惜我这边的拍摄设备呢，确实是很难去很好的呈现这个头雕的这个水平，或者说头雕的真实的观感。那看到侧面来说的话呢，其实这个头雕无论是它的这个苹果肌等一些方面刻画的都还算是不错，只不过这个笑容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难崩。那个眉弓的部分呢也做的是比较立体，颧骨的部分呢也都有切削出来，是一个光头的形象。那把这个头雕拔掉之后呢，我们换上这个愤怒头，还是一样的，温度变低了，大家把玩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这个玩具的最终宿命如果一直暴露在外面，那长期的暴晒呢，以及在这种不太好的收藏环境下，这款玩具的开裂以及断裂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具体是1年还是2年呢，就看这款玩具到底有多耐造了。所以说这款玩具我建议还是避光保存，直接放到柜里，然后在一个比较就是不太容易晒到太阳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愤怒表情呢，其实龇牙的这个部分呢，做的还是非常细节的。但是呢，其实还是因为这个通透度，再加上里面的这个圆形关节，显得这个面雕呢，从某些角度看有点怪怪的。但是说实话，实际你的肉眼观察会比我在镜头面前展示的效果要好上1成到2成的这个水平。基本上我现在给你展示的是一个比较差的状态。稍微拉远一下距离，然后给大家360度转一圈这个素体。可动性我们就简单掰一下啊，头雕抬头低头没有任何问题，幅度也很大，左右晃头几乎没有可动了。手臂的平台是超过90度，可以到达这个120度的这个水平。360的旋转没有问题，然后这边的蝴蝶关节前后往后基本上快到90度，往前是30度的水平。然后双段关节的这个曲肘，2头肌的旋转，手腕的外摆内收。那我们现在玩手腕的时候呢，不妨换上它的2个手型，一边的手型是偏这种轻松握持的，你可以把它的这个雪球拿在手上，但是卡的不是很紧啊。这么小的这个零件，大家还是要注意保存。这个雪球刻画的其实挺不错的，没有说那种很像岩石的感觉，我觉得设计不错。然后另外一只手型呢，是一个更加松弛的手型，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直接理解成一对，让它释放技能，就冰封技能时候的这个手型，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呢，还是希望这个 Bobby 做一个天真快乐的人吧。那么换上这个怪怪的笑容，上半身的部分呢，挺胸，这个地方你看，挺胸的时候你会听到咔嗒一声啊，弯腰的时候呢也会，这里面是有一个小齿轮的，但是呢，说实话，我觉得它这个胶，粘的并不是特别的牢靠，总有一天会断开的那种感觉啊，稍微有些担心。然后呢，弯腰幅度介绍完了，旋转大概是这个水平，前踢。然后两侧呢是差不多超过120度水平，然后这边双端关节的屈膝、脚部接地以及胫骨的旋转都是 OK 的，而且交代的非常清晰。你看脚部的接地呢，它其实是有做这种一格一格的，所以说你才会有这种卡顿感。这个卡顿感呢，也是我喜欢 Marvel Legends 这个美系玩具里面在接地方面设计的一个点，它用非常少的零件就达到了高范围的脚踝接地，同时呢也兼具了这个稳固性，这一点的那个设计我还是很佩服的，毕竟接近20年前就有这样的一个设计了，非常有意思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其他特效件。首先呢是这个站板，这个站板呢大家已经见过非常多次了，就是一个滑冰的特效。然后这次的这个涂装在透明色的基础上，然后覆盖了一层这种冰霜的白。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不错的，很像是外面玩冰块的那种感觉啊，不错。但是如果说能够重新开一个零件，再套在这个已经开模过的这个零件上方，而做出一个更大的这个冰刺，我会更加买账一些。接下来呢是这个秘密战争系列里面都有的盾牌和闪卡，2个形态去切换，这不镜头面前不太好展示啊。另外一个形态就是冰人的状态。在镜头面前看起来有点像曼哈顿博士，放到一边去。我一般也不会用这个盾牌，反正我觉得是故意给你增加成本的。不过顺带一提啊，大家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呢，可能这款玩具呢，已经下跌至1张半以内了。我觉得那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入手时机吧。感觉不错的朋友呢，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接下来呢，2个特效冰柱，都是套在手腕上面的。我其实分不清楚到底是正还是反呢。怎么说呢？我们来先试一下。如果这个冰柱左右，好像也没有标出来左右，而且这个冰柱下方是那种钝钝的感觉。如果呢是那种尖刺的状态的话，我会觉得更好一些啊。不过这个东西呢，就是看个人，而且卡的目前来看卡的并不是特别紧实，或者说我应该把它往手腕处放一点会更好。那现在就是感觉 Bobby 他用冰做了2根拐棍的那种样子，观感上面其实是蛮奇怪的。我再把这边装上去，那这个状态呢，其实观感并不是特别好，仿佛呢是他刚刚开始探索自己能力的样子啊。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站板卡在他的这个脚上。这一次呢，怎么说呢？这个站板的装好像有点太大了，有点卡不进去。无所谓啊，反正就放在这里啊。我们简单的把它摆一个场景，
你看这样的话呢，确实观感上会非常的奇怪啊，就是两边的这个特效键也不太接地。那如果往前面放的话呢，它毕竟是跟着手腕的，就是看起来会怪怪的。那如果往前面就是前端去发射的话呢，又不太对。有没有大佬去玩出这个特效键的一个比较好看的这个玩法？总的来说呢，这个两个特效键我觉得是非常迷的。虽然是做出来两个冰柱，但是相比起 DST 那个版本的特效键来说，可以说是有一点相形见绌了。当然有总比没有强，你至少给了这两个零件，后续的话呢，我也可以开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法，对吧？那今天晚上分享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不妨点点赞、点点关注，支持一下拖延行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